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像是在执行一份不断重复的日程表，工作、回讯息、处理事情，一天下来好像什么都做了，却又说不上自己真正的活着。日子在流逝，但内心似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。有时候努力过后却感到空虚，不知道生活的忙碌有什么意义。从小我们就被教导如何提升效率，达成目标，却很少有人教我们怎么认识自己，并欣赏自己的价值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，这不需要你改变你的生活节奏，却能逐步清理心中的杂音。它叫做感恩日记。每天花几分钟记录你所感谢的事，会让你的注意力从焦虑和不足转向稳定与踏实。感恩是一种情绪，也是一种行为，它来自于我们对善意的察觉与回应，无论是自己给自己的，还是别人给我们的。写感恩日记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义成功与失败，也能用欣赏与肯定的目光看待自己与生活中的每一刻，可以有效地提升主观幸福感。研究发现，感恩的情绪可以刺激血清素、多巴胺和催产素，这些神经传导物质与稳定情绪和安全感密切相关。感恩情绪可以降低皮质醇，也就是压力荷尔蒙的浓度。当我们开始用正向的视角看待生活，就不会再陷入负面的情绪黑洞，焦虑会因为意识转换而缓解，不再恶性循环。焦虑减少后，心就可以慢慢的静下来，躺在床上的时候不会再头脑风暴，自然也能更快的入眠。因为感恩可以将注意力从焦虑转向正面回忆与美好的期待，减少过度思考。感恩日记还可以提高我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性。这个过程其实可以从心理学的2个关键概念来解释：认知偏误和选择性注意。人类的大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自动过滤那些和自己信念不符的事实。举例来说，当你觉得自己很倒霉的时候，大脑就会特别集中在那些不顺利、被拒绝、失落的经历。反之，当你处在一段幸福的时光中，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忽略那些不愉快的小细节。简单来说，你相信什么，眼中就会看到什么。大脑会根据习惯重复某些思维模式。悲观的人通常会用负面的视角看待世界，而乐观的人则会自动寻找机会和成长的可能性。写感恩日记的过程，就是在训练大脑向积极思维的方向转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你就会逐渐学会用欣赏的角度看待烦恼，在困难中发现价值，看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优点，促进正向的人际互动。这是大脑可塑性的一个具体应用。当我们不断地给某些事件加上正面标签的时候，大脑中相应的神经连接会因为反复而变得强大。也就是说，你感恩的次数越多，大脑就越容易找到那些值得感恩的线索。另外，感恩日记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在日记中书写感谢某人某事的时候，就是在重新审视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动力，这有助于我们辨别健康和不健康的人际关系，进而做出保护自己的选择。感恩日记是一种情绪觉察的练习，可以帮助你更冷静地处理人际事件，增加同理心，减少 PUA 和发生冲突的风险，真正的掌握情绪的主导权。如果你有这些状况，你就更需要写感恩日记。如果你是一个你觉得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的人，或者你觉得称赞自己很尴尬，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厉害，
这往往不是你真的没有优点，而是悲观的思维让你看不见。当你打开日记，却一句话也写不出来，其实是因为大脑已经被悲观的情绪占据了，忽略掉了中性甚至愉快的感受。如果你是一个低自我价值感的人，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配被肯定，不配被爱，觉得称赞自己是一个自恋的行为，对自己的外表没有自信，这些想法常常都不是事实，而是自我价值感太低而造成的幻觉。如果你难以接受别人的赞美，当别人说你很棒的时候，你下意识就会想，他只是在安慰我吧，不是真的。这样的反应越寻常，就越增加你的负面情绪。如果你对情绪的感知很迟钝，你可能来自一个不鼓励情绪表达的环境，习惯压抑，不会说爱，不夸别人，久而久之，你就失去了对正向情绪的感受力，也没有办法判断自己什么时候快乐或是难过。当你陷入焦虑和痛苦时，很容易只看到坏的事情，什么都觉得不顺，快乐和意义感也会被压得看不见。你可能习惯透过短暂的娱乐来麻痹情绪，像是打游戏、刷剧、刷抖音，却不会真正停下来观察、分析、处理情绪，这反而让焦虑越积越多。透过感恩日记，我们可以训练自己专注当下，记录生活中的大小事，并有意识地从中找到亮点。那么感恩日记到底怎么写呢？我做了一个电子模板，你可以用在笔记 App， 例如导入到 Good Notes， 也可以印出来手写。我喜欢用 iPad 手写，这样可以快速地导入照片，也可以手绘调校色彩，让整个记录更快速有趣。这个模板我用感恩日记加简化版加情绪日记作为组合，简化版增加对未来实现的可视化，感恩日记把今日值得感恩的事情记录，而情绪日记则把今天正面、负面的情绪和身体互动记录下来，并且加入了自我照顾和自我安慰的部分。整个模板的主题就是学习去爱自己，吸引正面能量，让生活更快乐幸福。感恩日记的5个注意事项：第一，选择一个固定时间写，例如睡前的时候可以整理我们的思绪。第二，每天记得写至少3件感恩的事。第三，每个感恩我们写的越具体，影响力就越强。第四，记下这件事带来的感受、学到的事，以及下一步可以怎么做。第五，定期回顾一次，特别是在满月、日食这些会让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，把感恩日记拿出来，回忆生活里的每个正向能量。第1页是封面页，第2页是一个感恩日历，每天贴一张照片或者简短的文字，1个月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心情图谱。第3页是本月的显化版，可以贴上你希望实现的事物，用它已经发生了的角度去书写愿望。然后就是感恩日记的页面，你可以写下今天你想感谢什么，这件事情让你获得了什么情绪、经验或者灵感。举个例子，今天吃到了很久没有吃到的披萨，很开心，所以当未来我有小小的欲望的时候，就一定要马上去满足，及时行乐。又或者我发现了朋友其实一直在消耗自己，所以值得关系，值得继续吗？该怎么调整？应该放下吗？在现在或者未来，我一定要做出选择。记录可以帮我们理清情绪，也可以让我们更勇敢地做出选择。我们可以善用 AI 作为助攻，例如 ChatGPT， 让 AI 成为我们的感恩教练。例如，如果你觉得发生的事不知道怎么改写为感恩日记，那么你可以输入这段指令：
请帮我把这段经验改写成一篇感恩日记，并分析我可以如何从中收获什么，以及下一步可以做什么改善或者调整。AI 可以协助你找出你没有看到的亮点，帮助你重建正向叙事，给出建设性的建议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可以写的，也可以让 AI 提供一些例子给你参考。这次我特别设计了一个情绪日记的板块，帮助我们用新的方式来记录每天的心情，不只是写下情绪，更是试着去思考这样的心情从哪里来的，背后是什么触发了这个反应。透过记录，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掌握情绪的起伏，并一步步地思考什么是自己想改变的、想保留的状态。有一些烦恼我们一直搁着没处理，久了就会变成一种慢性的压力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和身体反应。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发觉我们一直在被情绪拉着走，甚至随着他人的反应而起舞。这个时候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觉察方式，让我们看清楚自己。这个模板还设计了自我照顾的栏位，鼓励你每天记录一件对自己好的事，这也可以和前一天的感恩日记互相呼应。例如昨天写下了今天想吃点好吃的，那你今天真的有吃到吗？这些看似很小的互动，其实会慢慢的累积成一种习惯，提醒自己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下面是对自己说好话的板块，我写了这样的一句提醒：如果你的好朋友今天有这样的情绪，你会怎么样安慰他？然后记得把这句话送给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非常严苛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优秀。但如果是朋友呢？即使他不是最完美的，我们依然愿意说：你真的已经很棒了，我好喜欢你，你真的很努力呢。这些话我们总是说给别人听，却从来没有说过给自己。所以这个板块是希望你开始练习，用一种更温柔、更鼓励的语气和自己对话。接着我做了一张身体信号的扫描记录，这是一种观察情绪和身体之间关联的方式。我们的身体往往早就知道一些情绪的真相，从头到脚，无论是疲惫、紧绷、疼痛，甚至是难以言喻的不适感，都可以记录下来。回忆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会让你有这样的反应。比如说你最近和很多人互动，中午的时间你做了一个公开汇报，作为内向者的你开始感觉到焦虑，心跳加快，甚至耳鸣。这些其实都是身体给的提醒，我们正处在压力之中，需要调整。所以这份身体扫描记录其实是在帮助你察觉需要改变的生活节奏，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和自我照顾。写感恩日记从来不是为了强迫自己变得快乐，而是让你发现其实生活里一直有些值得珍惜的东西。你不需要马上变得正向，也不需要每天都很有收获，但只要你愿意开始记录，日子久了你就会更容易感到幸福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思维转变的力量。当你愿意留意生活中的美好，就会吸引更多正向的能量，让好事自然发生。感恩日记模板下载链接在资讯栏，记得去领取哦。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吗？点个赞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类内容，我才会持续推出更多模板和分享。今天最值得感谢的是什么？是手机到现在还有电，还是窗外突然出现的彩虹？来留言区跟我分享吧。记得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练习感恩，打造一个更快乐、更自在的生活。